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下午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除了中法关系，两国领导人还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欧洲国家将欧洲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要特别警惕形成集团对抗。马克龙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法方同中方拥有很多共识。法国和欧盟坚持独立自主战略，不赞成也不会参加集团对抗。这对外界释放出哪些信号？周二，习近平在与马克龙通话时指出，过去5年，我和总统先生保持密切交往，引领中法关系保持积极发展势头，推动双边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法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支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就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开展对接探讨合作。习近平指出，中欧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中欧及各国人民利益。中方赞赏法方坚持战略自主，希望法方推动欧盟坚持正确对华认知，同中方相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希望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马克龙表示，法中建交以来，双方一直秉持开放精神，积极发展法中关系。过去5年，两国各领域合作富有成果。未来5年，法方愿同中方深化农业、航空、民用核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合作，推动法中关系取得更多积极成果。法方愿为促进欧中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针对乌克兰局势，习近平强调，中方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支持欧洲国家将欧洲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要特别警惕形成集团对抗，对全球安全稳定造成更大更持久的威胁。马克龙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法方同中方拥有很多共识，法方愿同中方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开展更加紧密的协调合作。法国和欧盟坚持独立自主战略，不赞成也不会参加集团对抗。通话结束后，马克龙罕见在推特上用中文连发3则推文，并贴出通话的照片。他写道：“习主席向我表达了希望继续深化和平衡我们两国间伙伴关系的愿望，我与他的意愿一致。我们将共同努力，在航空航天和民用核能领域上走得更远。”深圳卫视注意到，新华社发布的中法领导人通话通稿中，合作一词出现15次，频率最高。观察指出，在马克龙刚刚开启第2个总统任期，2024年中法即将迎来建交6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习近平强调，规划好未来5年中法合作重点，以及就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开展对接探讨合作等，意义更加重大。习近平还表示，希望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马克龙开启了新一个任期5年，这个对于中法关系、中欧关系都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合作的契机。习主席也特别重视跟马克龙总统本人的工作友谊和合作关系。双方呢都推动这个不仅是在安全上，包括俄乌冲突上的调解，同时呢发展议程上包括蓝色伙伴关系这个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等等问题上的一些合作，我觉得都是为中法和中欧之间这个未来下一阶段的合作以引领性的。欧洲战略自主也是中法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法方坚持战略自主，希望法方推动欧盟坚持正确对华认知，并支持欧洲国家将欧洲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马克龙则回应称，法国和欧盟坚持独立自主战略，不赞成也不会参加集团对抗。实际上，中方多次对欧洲政要表达对支持欧方战略自主的支持。在与马克龙通话的前一天，习近平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视频会晤时，也提到中方支持欧盟战略自主。4月1号晚，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视频会见中，习近平至少4次提到自主这个词。有分析指，中方的对欧政策保持稳定连贯，事实也已证明它是行之有效，对各方都有益的。但欧盟在政策制定时还是会受到某些外部因素的干扰，有些势力不愿看到中欧关系稳定发展，因而刻意带节奏，渲染中国威胁和意识形态差异，炒作对华竞争，阻挠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默克尔马克龙这个前些年都谈到了欧洲的命运要掌握在欧洲自己的手里边，这个战略自主的一个欧洲，首先从认识上，它有独立的对华的一个认识，不要受到美国现在妖魔化也好，或者民主与叙事专制的这种叙事带偏了也不要被民粹的这个民间的力量给带偏，
更不能受到中东欧国家由于它有恐俄的情绪，把中国和俄罗斯绑在一块儿造成了对华的这种负面的这样一个看法其次呢，就是要从这个欧洲长远的这个战略性的一个立场利益出发看待跟中国的关系，不要受到第三方因素的更多的这样一个牵扯。乌克兰局势是近来习近平与欧洲领导人谈论的重点。习近平与马克龙、舒尔茨对话时都提到，中方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推动局势降温。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习近平周一还对舒尔茨表示，乌克兰危机将欧洲安全再次推到关键十字路口，要全力避免冲突激化、扩大化，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欧方要拿出历史担当和政治智慧，着眼欧洲长远安宁，寻求以负责任方式推动解决问题。而对法德领导人习近平都强调的一句是，支持欧洲国家将欧洲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此外，深圳卫视还注意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习近平还对欧多次强调，时代发展到今天，不能再用冷战思维来构建世界和地区安全框架，解铃还需系铃人。中方支持欧洲，特别是欧盟发挥主导作用，直面多年来积累的矛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观察指，习近平在乌克兰问题上鼓励欧盟发挥主导作用，与希望欧洲战略自主相呼应，再次提醒欧方不要被带跑偏。德国近日一改此前的政策，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坦克，引发关注。这也是德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次向战争地区大规模提供武器。对此，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对舒尔茨做出全力避免冲突激化、扩大化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的表述，既反映出中国对未来形势的忧虑，也坚持不希望俄乌战争持续升级的主张。同时也明确向德国传达信息，不能让事态演变成集团对抗的新冷战。舒尔茨上周在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时就表示，德国是经过谨慎考量而决定提供重型武器，但德国不会做出使北约成为战争方的决定，这点维持不变。我们要强调呢，支持欧盟的战略自主呢，主要是从这个安全上面，希望欧盟呢能够真正的挺起腰杆来，不要当时被美国人当枪使。在1975年的赫尔辛基文件里边已经写得很清楚，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原则，也就是说，这些北约的这种东扩实际上呢已经违反了这不可分割的安全观。美国也主导了北约东扩的进程，是造成了今天的俄乌冲突。最终还是强调中国的新的安全观，尤其在俄乌冲突的这个未来的调停和解决过程中，应真正能够发挥欧盟作为世界多极化重要一极，而不是被美国呢简单的列为西方，简单的说打压俄罗斯，甚至打压中国，带偏了。值得一提的是，当地时间周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坦言，乌克兰加入欧盟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他呼吁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欧洲政治共同体，让包括乌克兰在内的非欧盟成员国加入。对此，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这一提议非常有趣，能够应对我们正面临的巨大挑战。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主任赵晨。赵先生您好。中法元首周二通电话，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和欧盟坚持独立自主战略，不赞成也不会参加集团对抗。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此表示赞赏，强调支持欧洲国家将欧洲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您对此有何解读？也就是说，欧洲应该竭力避免过去留给世人的经济巨人、安全侏儒的形象，从理念、安全、经济全方位的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体。那么自主更加强调的是，欧洲应该成为世界多极化中独立的一极，也就是说，欧盟应当以自己5亿人的市场规模，以及在未来可以加强法德基础上的欧洲军事防务一体化建设，能够在世界中扮演真正的独立一极，在包括像俄乌冲突这样的地区热点地缘冲突之中，能够发挥自己独特的角色，而不是选边站队，被拉到某一个小集团里面去，被迫的参加到对抗之中。那么如果说被卷入到某一个小集团之中，被迫参加对抗的话，不仅不利于在欧洲自己的安全秩序的构建，那同样呢，对于世界也是一个不稳定源。在俄乌冲突这样的地缘政治事件中，欧洲应该发挥自己独特的定位，应该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以保护自己欧洲的地缘安全
为目的，来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角色和作用，在俄乌冲突之中可以发挥一个协调人而不是参战者的角色，那就会更加有利于自己冷战后欧洲安全新秩序的构建以及世界安全秩序的稳定。马克龙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法方同中方拥有更多共识，愿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开展更紧密协调合作。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中法双方都是一个和平协调者的角色。那法国我们知道，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时候，他和德国一道，以诺曼底模式吸引俄乌双方参加。那在没有美国和英国参加的情况下呢，主导了这样的一个和平进程，使得顿巴斯地区实现了停火，并使这一相对和平的局面维系了8年之久。在这次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法国一样在外交协调方面不遗余力。那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飞赴莫斯科和基辅，在俄乌双方之间进行穿梭外交，扮演了比较好的角色。那对于局势呢，起到了一定的降温作用。虽然最终没有阻止冲突的爆发，但法国的调节之心全权可见。那中国呢，在这次俄乌冲突之中，同样呢是希望能够以和平的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场冲突，尽快的止血，让俄乌双方都能够恢复到和平的状态，使乌克兰的难民不再流离失所，乌克兰的土地上不再流血遍地。那法中两国对于俄乌冲突有着相似的理解，有着相似的立场，也有着相似的途径，都希望能够尽快的化解俄乌之间的矛盾，尽快的能够让俄乌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中法两个负责任大国在俄乌冲突之间的相同和相似立场。那么这是有利于中法之间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中法之间共同语言的增多，有利于中法携手在俄乌冲突之中共同发挥调停人的角色，能够为俄乌冲突打开一扇新的谈判之门。好的，也谢谢赵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通胀持续高烧不退，在通胀率已经历史性破8，一季度 GDP 下跌1.4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外界预计美国劳工统计局即将公布的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依然维持在高位。对此，美国总统拜登称，应对通胀是他优先处理的国内事务，并考虑取消特朗普任内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以此来降低美国商品的价格。受通胀影响，美国4月 CPI 已比去年同期上涨了8.5%，达40年来最高。根据路透社与易普所本周进行的民调结果，受访者普遍认为经济问题是美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仅40%人认可拜登执政能力。在多方压力之下，拜登周二发表讲话，称新冠疫情、供应链问题与俄乌军事冲突是美国通胀率飙升的罪魁祸首。他将把应对通胀作为优先处理的国内事务。不过，在整段讲话中，拜登仅突出介绍自己任期内对美国经济所做贡献，并未提出缓解通胀问题的新措施。但在记者追问下，拜登表示有可能取消对华进口商品征收的部分附加关税，以帮助控制美国不断上涨的商品价格。Will you drop former President Trump's China tariffs? We're discussing that right now. We're looking at what would have the most So positive lower them or impact. to erase them? I'm telling you, we're discussing it, and no decision is made on it. 当天稍晚些时候，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证实，拜登正在评估是否放松对中国的特别关税。白宫也在持续审查该问题，并将在未来几周对此发表更多意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表示，贸易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让美国公司和美国消费者增加了开支。自特别关税生效以来，已经使美国公司损失超过1.7万亿美元。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美方单边加征关税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世界。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日前接受美国福布斯杂志采访时，也呼吁拜登政府重新考虑，并尽早取消对华输美商品所加征的关税。他同时表示，如果美国还想继续，不知道是否做好了承受更多损失的准备，但中国不得不奉陪。We have differences, but we don't believe tariffs or trade wars are the choice. The best choice
is to have a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to find a mutually acceptable solu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accommodation. The tariffs are bad. It hurts China and it hurt the U.S.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关于是否为应对通胀而放宽对华关税措施，拜登政府内部实际上分歧不断。据知情人士披露，以美国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为代表的阵营赞成免掉部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而美贸易代表戴奇和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应该维持对华额外关税来遏制中国。此前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拜登，近日由于高通胀的压力，也不得不加入讨论。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周二开始对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措施展开了法律评估。贸易战打到今天，对拜登政府来说，跟特朗普的最大区别，他不认为就是这些商品加征关税就对中国有压力，因为今天为止，中国依然是顺差越来越高的嘛。他是认为科技是关键，所以我们认为现在的拜登。他非常清楚定位这就是两国的我们说的高科技的竞争，但是从贸易来看，应该说他认为中国的商品如果好就可以进口，所以我认为应该会降部分的或者取消部分的加征关税。美方讨论对华关税的重要背景是美国经济数字不好看，造成拜登政府中期选举压力不断增大。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降 1.4%， 这是疫情以来美国经济第二次萎缩。经济学家警告，美国经济已显现明显滞胀迹象。美联储日前采取紧缩政策，一口气提升50个基点，希望能够救美国通胀于水火之中，却招致各方批评。一方面，舆论认为美联储已错失通胀最佳时期，此举是以经济衰退为代价来控制物价。另一方面，美联储加快加息缩表的措施，除了推升美元指数之外，无法吸引足够的国际避险资金回流，填平美国债务天坑。受此影响，美国股市再次暴跌。有观察认为，在美国政策工具箱已经见底，仍难缓经济滞胀的状态，降低或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或是美国政府为数不多的选择。There's a Peterson Institute study out this week that says that if you took off the so-called Trump tariffs, that would reduce inflation right away 1.3%. Why don't you just do it? Well, we want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can to lower inflation. You know, we're re-examining carefully our trade strategy with respect to China, and you know, I think it's worth considering. We certainly want to do what we can to address inflation, and there would be some desirable effects. It's something we're looking at.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通胀率不断飙升，就连国会共和党人也开始倒戈，转向提议削减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2个月前，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呼吁戴奇定期审视对华产品征收的任何关税，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供关税豁免申请渠道。而在审议一项法案时，甚至出现了除了反华急先锋卢比奥、科顿和霍利之外，所有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都同意取消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大部分关税，涉及2200多种商品。如果没有通胀呢，美国可以承受这种加征关税25%，但是现在可能出现的这种持续通胀，你如果减少，那美国的消费者、美国市场的价格 CPI 就会低一点。加征关税是不是取消，这是民主共和党实际上是有共识的，虽然有争议，但是依然还是有共识的。美媒分析指出，迫使拜登政府以及国会转变想法的，主要是来自业界的压力。高额关税让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10%至20%不等，这些不必要的成本又向下游企业传递，在美国封杀俄罗斯能源导致油气价格上涨后，终于酿成难以遏制的通胀，物价飙升，民怨沸腾。 We need a much more aggressive approach to de-escalating tariffs, which I think have done substantial damage to U.S. consumers, have done substantial damage to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S. producers without making proportionate contribution to any concept of U.S. economic welfare. 美国国内企业生产成本飙涨，还导致了中国商品越发受欢迎的结果，这是美国政府始料未及的。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额同比增长近30%，达到755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美国对华货物贸易出口额达1492亿美元，也是历史最高水平，较2020年增长21%。另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其会员企业的调查，95%的受访企业表示，过去1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超40%受访企业表示将加大在华投资。近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就表示，越来越紧密的中美经贸纽带印证了合作共赢才是大势所趋，对华加征关税、谋划脱钩不利于中美双方。许多美国企业仍然看好中国市场，并计划加大投资力度。实际上，艾伦去年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专访时也曾表示，应尽早推动中美贸易重回正轨。 We must remind ourselves that tariff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 at about 20%. And that is an unhealthy situation and will lead to distortions in global trade if not addressed. We will encourage both governments to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And we will remind both governments that thes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But they do take political will and a commitment, but that is in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both countries. We will be encouraging American companies to export and to invest in China, and we will welcome Chinese companies that wish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新杰。孙先生您好。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向记者松口表示，可能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部分附加关税。您对此如何看呢？那么持续好几年的中美贸易战会收兵止战吗？拜登总统或许是在释放信息，至于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还没有定论。美国现在面临着40年来的通胀压力，对抗通胀是现在美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头号的挑战。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能不能把通胀打下来，关系到民主党在中期选举的结果。或许拜登政府会回忆起当年克林顿的那句口号：“傻瓜，经济才是重点。”海湾战争结束之后，老布什携胜利的余威谋求连任，但是最终还是败给了经济。现在拜登政府在外交上搞的是热火朝天，但这并不能帮助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也没有保住拜登的支持率。通胀的因素很多，比如疫情以及俄乌冲突，但是这些因素短期内是不是美国政府可以消除的，并非如此。而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关税也是美国通胀率上升的原因。拜登政府取消关税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经济学者的研究和测算表明，取消加征的关税能让美国的通胀率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不管最后实际效果如何，但取消或者降低关税能够降低通胀率，这是一条常识。中美双边贸易在去年创了历史新高，大部分的关税成本也是由美国人民来承担的。如果加征关税可以实现美国的产业回流的话，那么美国的进口应该减少。至少从中国进口应该是减少的，事实并非如此。拜登上台之后，调整或者废除了特朗普政府的诸多不合理的政策，唯独对华政策没有做出比较大的调整，包括当时特朗普打的关税战。回想一下刚刚过去的历史，当时特朗普执意加征关税，一帮经济顾问隶属关税战的不合理甚至荒谬之处，但是特朗普秉持着陈旧的重商主义信条，大打关税战。而拜登上台之后，合乎逻辑的应该是马上取消这些过时以及对美国不利的政策，但是拜登政府几乎是原封不动的拿过来了。面临着高企的通胀率，拜登政府还在关税问题上犹豫不决，只能让人感慨，错误的政策时间长了会变成一种迷信吧。拜登政府的犹豫不定，其原因不外乎2条。第一，拜登政府怕特朗普以及共和党攻击他对华政策软弱，加征关税已经变成了对华强硬的一种姿态，即便对美国自己不利也不敢调整。第二，
拜登政府内部的不同部门的意见不一致，财政部和商务部是要求取消部分产品的关税，而贸易代表办公室还是坚持要进行评估，通过关税试图改变中国的经济行为。除了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和政策惯性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商业利益和安全考量之间的平衡和徘徊。自行车、服装、尿布这些普通商品会关系到美国的经济安全吗？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已经不是重商主义时代的奢侈品或者大宗贸易了，而是关系到民众日常生活的贸易关系了。民生的全球化、民生的相互依赖，在之前是没有过的，这也是中美关系的新特征，更是中美合作共赢的纽带。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还抱着用关税来改变贸易利益，甚至重塑安全格局的观念，那真是刻舟求剑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公开表示，美中贸易联系非常深入紧密，许多媒体仍看好中国市场。您对此有何评论？当我们在讨论中美关系的时候，除了关注外交战略这些高阶议题之外，也要听一听商界的声音。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贸易、投资、技术等问题不再是所谓的低阶议题，而是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盘。如果不关注投资贸易领域的合作，那么对中美关系的认识肯定是不完整的，陷入了盲人摸象的困境。4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最大的变化是两个社会、两个市场之间的对接。我将其称为中美关系的嵌套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呢，已经联系在一起了。比如说，日常消费品不只是服装、自行车，还包括电子产品。如果将对方的因素剔除出去，我们就会发现，日常生活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更不用说教育、医疗等领域了。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的现实。正是因为两个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两个市场也连接在一起，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带来更大、更好的市场前景。这是为什么美国商界看好中国市场的一个根本原因。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中美商界联系的纽带。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前景，也是值得两国共同努力去实现的目标。顺应中美关系发展的底层逻辑，也就是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那么贸易、投资等议题就不能够被阻断脱钩，国家安全的帽子不能随便扣，更不能够反安全化。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大规模增加关税，就是将贸易问题变成了国家安全问题。但是加征关税对美国减少贸易逆差的影响是微乎其微，但付出了明显的代价。中美关系是嵌套在一起的，同时呢也是分层的。简单来说，贸易尤其是货物贸易构成了金字塔的底座，很难用国家安全的思维去看待贸易问题。越往上呢，会越涉及到高技术、国防等领域，兼容性会越小，排他性呢会增强。但是随着中美两国以及全球市场的发展，金字塔底部会越来越大，两国的利益交汇点也会更大。嵌套关系决定了中美之间合作面会不断的扩大，竞争也要在一定的框架之下，这是一个基本盘。我个人认为，从特朗普政府以来，对华全面施压、技术脱钩，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修正和调整的时候了，需要经过一次去安全化的检讨和讨论，让中美关系回到它应有的轨道上来。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二晚23点58分，解放军东部战区公号发布消息，严斥美国军舰再次过航台湾海峡，并表示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有美情报高官近日又炒作中国威胁，称解放军正在发展即便美军干预也能接管台湾的能力。据东部战区微信公众号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周二表示，当天美罗亚尔港号导弹巡洋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全程跟监警戒，美频频上演此类戏码，滋事挑衅，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蓄意加剧台海紧张局势。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今年美军第5次穿航台海，而就在美军穿航台海时，不仅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全程跟踪警戒，当晚还有台媒报道指有3架次解放军直升机巡台，其中1架5值时还一度飞越了所谓台海中线，另有2架次卡28反潜直升机在台西南空域活动。岛内媒体就分析称，这是解放军对美舰穿航台湾海峡的回应。这次呢，就是美国的巡洋舰穿越台湾海峡，它在炒作，所以我们就是全程监控，就是飞机还有舰艇呢，对它全程的跟踪监视。再有呢，就是由于呢，它只是一个单舰，那尽管它向外传递出来，好像是要所谓的航行自由，但是我们还是用各种装备就是来跟踪监视，就是说看它构不构成威胁。如果你对我们构成威胁，我们就要就是比如说警告驱离如果你要是对我们进行军事挑衅或者侵犯我们国家主权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要进行更严厉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拜登上台后，美军到台海姿势有增无减，但值得警惕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东扩，引发俄乌军事冲突，欧洲局势陷入2战以来的最大危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周2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从现在到2030年，台湾面临的威胁是严重的。美方认为，解放军正在发展即便美军干预也能接管台湾的能力。They are working hard to effectively put themselves into a position in which their military is capable of taking Taiwan over our intervention. They would prefer not to have to use military force to take Taiwan. They'd prefer to use other means. 针对美军最高将领参联会主席米利近期宣称解放军或将在2027年武力攻台的说法，海恩斯拒绝公布更多细节。但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在同一场听证会上也表示，美方认为中国大陆可能在避免武装冲突，更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那么他对外发表这样的言论呢，说明他认为就是中国大陆呢，并不是一定非要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两岸的这个统一问题，而是说呢，尽量争取使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他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第二点呢，就是中国并没有放弃这个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那他这个指的是呢，解放军的现在这种立体作战的能力，就是还有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能力呢，都有大幅度的提升因为这个情况呢，并不是要和美国去比整个的综合的军事力量，而是说呢，要在这个区域里边形成就是大陆的或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值得警惕的是，虽然中方已经多次强调台湾问题和俄乌危机性质根本不同，但海恩斯和贝里尔都在这场听证会上再次把二者进行恶意类比。这2位美国情报高官宣称，台湾也汲取了俄乌冲突中的一些要素。这2位美国情报官员也进一步验证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小动作。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消息，根据台渔业部门的公告显示，台湾海军自周2至周5连续4天进行导弹射击，范围从屏东县九鹏基地至台东县绿岛及兰屿外海，射程超过200公里。军事专家初步研判，可能是雄风系列导弹的实弹验证及年度操演训练。报道还称，不仅台海巡部门出动舰艇海上管制，雄风系列导弹的研制部门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也派出无人机及指挥作业车监控及取得导弹相关参数。蔡英文上台后，不断加强武器装备的研发力度，企图以武谋独。今年1月，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在台立法机构完成3读程序，拟投入约530亿元人民币，在未来5年研制8项，共计10款武器，涉及联合反制、整体防空及海上截击3大作战领域。在台军的海空战力提升计划当中，自制岸置反舰导弹系统包括雄风2、雄风3和增程型雄风3共3种。今年3月，台防部门提交给台立法机构的一份报告称，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的新型导弹量产厂房将在今年6月完工启用，到2023年，台军自制导弹的产能将达到高峰，其中雄风3年产能将由目前的20枚提升为70枚，雄风2与新型雄升地对地巡航导弹共享生产线，年产能合计将由目前81枚提升为131枚，但各自产能未披露。
增程型雄风3的年产能也并未披露。另据岛内媒体曝光，台军还将高超音速武器研发提上日程。台湾联合新闻网近期报道称，台中山科学研究院已设立擎羊2专案计划室，准备开发台版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所需的载具系统。此外，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人张忠诚去年4月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首度证实该机构正在研发隐身战机。台湾中国时报今年4月报道称，台军下一代战机计划由台空军、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和台湾汉翔公司合作进行，将采用双发和隐身设计，设计图已出炉。台空军已着手建案，若一切顺利，9月将送台立法机构审查。据悉，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原本以织女星计划为名，以 IDF 战机的发动机为基础，开发下一代战机的发动机，但因来不及，现在已确定改为向美方提出采购通用电气的 F414涡扇发动机。这一模式与当年台湾研制 IDF 战机类似，因此台军有人称之为 ADF 计划。周三，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答记者问。朱凤莲指出，岛内一些人炒作美国务院网站修改涉台内容，企图以美谋独，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朱凤莲重申，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当前台海局势面临紧张，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图谋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国台办还点赞刘畊宏带动两岸民众健身热潮。近期，美国方面继续加大力度操弄台海议题，妄图以台制华。上周，美国国务院更新了其官网关于中美关系的内容，对所谓美台关系简报中的表述做了大幅调整和修改，删除了台湾为中国一部分以及不支持台独等措辞，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周三的记者会上指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岛内一些人炒作美国国务院网站修改涉台内容，企图以美谋独呢，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我们敦促美国政府停止任何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深圳卫视注意到，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也严厉警告美方的小动作。他表示，这种在台湾问题上搞政治操弄、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必将引火烧身。外界注意到，近日民进党当局又炒冷饭，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舆论哗然。被批为媚日代表的谢长廷还颠倒黑白，声称美国从来没有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日本采取尊重开罗宣言做法，使得在日台湾人因常被归类为中国人，受不少委屈云云。对此，朱凤莲表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谢长廷配合外部势力颠倒黑白，伤害两岸同胞感情，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令人不齿。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日本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依据也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前提。在此呢，我们奉劝谢长廷不要蹦得太高，还是收敛一点为好。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本月底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马英九在台湾地区执政8年，在尊重9·2共识的前提下，在得到大陆方面的同意的情况下，台湾连续8年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会。但从2017年起，由于蔡政府拒不承认9·2共识，连续5年未获世卫组织邀请参会。会期临近，台美勾连再次炒作世卫大会议题。朱凤莲再次重申，世界卫生组织是仅限主权国家加入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无权加入。民进党当局自2016年5月执政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歪曲否定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破坏了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也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这个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任何炒作世卫大会涉台问题，企图在国际上坑蒙拐骗、造势挑衅，都是徒劳的。民进党当局一方面炒作世卫大会议题，一方面却罔顾岛内疫情蔓延、快筛试剂非常紧缺的事实，阻挠大陆企业生产的新冠病毒快筛试剂进入台湾市场。我们表达了愿意积极协助台湾有关企业机构对接大陆相关生产企业，洽商采购快筛试剂。那么现在就看民进党当局愿不愿意为民所想、急民所急。
那两岸的进一步融合是今天记者会上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围绕刘畊宏热潮，发言人朱凤莲进一步介绍了一段时间以来台胞在多个领域融入大陆生活的具体情况。围绕即将召开的世卫大会，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来炒作。朱凤莲今天是直接点出，当前台湾无法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到世卫大会中来，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9·2共识所造成的。那这也是进一步提醒民进党当局必须要回到9·2共识的这个基础上来，停止挑战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双方围绕乌东部哈尔科夫地区和顿巴斯地区展开激战。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海恩斯表示，俄总统普京正在为长期冲突做准备。情报还显示，俄军方可能会再次进行大规模核演习，但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出俄方使用核武器的迹象。当地时间周二，美国情报部门总监海恩斯出席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时指出，俄军在未能迅速占领乌首都基辅后，撤回到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这可能是为了重新获得主动权的暂时转变。俄方正在为俄乌冲突长期化做准备。The next few months could see us moving along a more unpredictable and potentially escalatory trajectory. 海恩斯还指出，美方情报显示，除非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生存威胁，否则不会下令动用核武器。如果冲突持续下去，或者俄方认为俄军在冲突中处于劣势，有可能会采取更激进的手段，包括实施戒严令、调整工业生产方向或升级军事行动等。此外，俄罗斯还会对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采取更强硬的回应。但对于美西方近期炒作的俄方或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俄方多次强调，不打算在对乌克兰的特别行动中使用核武器。And if Putin perceiv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ignoring his threats, he may try to signal to Washington the heightened danger of its support to Ukraine by authorizing another large nuclear exercise involving a major dispersal of mobile intercontinental missiles, heavy bombers, strategic submarines. We otherwise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President Putin would probably only authorize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f he perceived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the Russian state or regime, but we will remain vigilant in monitoring every aspect of Russia's strategic nuclear forces.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正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美国国会众议院在当地时间周二晚通过了一份总价值近400亿美元的乌克兰军事及经济援助法案。接下来，该法案将交由参议院进行投票，预料会得到支持通过，随后提交美国总统拜登进行签署。4月28号，拜登曾致信国会，要求批准总额达330亿美元的2022财年紧急补充资金，以向乌克兰提供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而美国众议院此次援助的规模在拜登提议的基础上再增加约68亿美元，包括3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34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此前一天，拜登签署了一项对乌克兰的防御租借法案。根据这一法案，美国总统可于2022和2023财年授权美国政府给乌克兰政府出租或借用国防物资。此举将加快美国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速度，并且不再限制武器的类型。不过，按照法案内容，乌克兰需要向美国支付租借费用，但乌方目前的支付能力堪忧，预计费用将被延缓至日后支付。对于这一外界关注的话题，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周二作出回应。Remind that in many cases, it's going to require some bilateral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kraine. That's what Lend-Lease is about. And when through Lend-Lease, when an item is given to a country, they're responsible for either returning it and maintaining it and returning it, and or providing compensation for it should it not be able to be returned. And so there's for each item under Lend-Lease, you got to work through that agreement. 实际上，所谓租借法案是1941年由时任总统小罗斯福颁布的。当时美国尚未准备加入二战来对抗纳粹德国、日本、意大利等轴心国，透过此法可加速美国对同盟国的军事援助，让美国成为兵工厂。按照该法案，美方的用词不是出售，而是租借，并承诺可延期付款且期限弹性，而且付款方式不限现金。二战结束前，美国出借的装备金额约合491亿美元，绝大多数是租借给英国。最后，这些租借出去的装备多半变成馈赠。